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？那些年轻时朋友遍地的人，到了晚年反而身边越来越冷清，而那些晚年活得最舒服、最有福气的人，好像也没几个能天天见面的朋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难道朋友少不是悲剧，反而是福报的信号？今天我从佛法的角度跟你把这件事儿彻底聊透。我会告诉你3件事儿。第一，朋友少为什么有时候不是落寞，而是一种成全。第二，从佛学来看，晚年的孤独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第三，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晚年活得安静又丰盛？先说第一个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长辈？退休以后不爱热闹，不凑牌桌，也不参加同学会，外人看他好像很孤僻，甚至有点可怜，但你真的去跟他聊，会发现他一点都不寂寞，甚至有一种说不清的从容，那种感觉像是终于卸下了沉重的包袱，整个人都轻盈了。我记得一位70多岁的阿伯，以前在公司做主管，应酬不断，名片一叠一叠，人脉广得很。退休以后，他几乎谢绝了所有饭局，原来的同事朋友慢慢就不联络了。有人背后说他变了，说他架子大，但这位阿伯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。他说以前那些朋友是因为我有用才围着我转，现在没用了，正好清静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凉，但透着一股看穿世事后的清醒。佛陀在法句经里说过一句话，宁独行善，勿与愚同。这句话不是叫人孤僻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人到了某个境界，自然会跟某些关系告别。不是因为冷漠，是因为成长，是因为内在真的变了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朋友多，是因为需要资源，需要情感支撑，需要透过别人的目光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但当一个人的内心真正丰盛起来，这些需求就慢慢淡了，不是变成了冷漠，而是变成了一种更深的自足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的关系里有多少是真的灵魂相通？有多少只是习惯在一起？又有多少彼此之间有某种利用关系？不用说出来，自己心里清楚就好。这个问题决定了你晚年的品质。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持续超过80年的幸福感研究，结果让很多人意外，一个人晚年幸不幸福的关键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更不是朋友的数量，而是关系的品质。你有1-2个真正能说心里话的人，胜过有100个泛泛之交，这跟佛法讲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儿。佛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善缘和恶缘，善缘是那种让你往上走、往内走的关系，让你越来越靠近自己真实的样子。恶缘是那种把你拉回去，让你不断重复旧模式的关系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恶缘特别多，因为我们还在学。好，说到这里我停一下，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点触动，或者感觉说的好像是你，那我希望你继续听下去，因为后面我要讲的是很多人想了解但从来没人说清楚的部分。到了晚年，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和福报真的成熟了，恶缘自然就会脱落，不是你去推开它，而是它跟你的频率对不上了，自然就散了。就像收音机换了频道，原来的杂音自然就听不见了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老人家朋友不多，先别急着替他可怜，你要看的是他有没有安然的气质，有没有那种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，也让人觉得心安的感觉。如果有，那他不是孤独，他是圆满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发现的误区，我们把不孤独等同于有人陪，但事实上这2件事儿根本是2回事儿。很多人身边围着一群人，却孤独的要命，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。也有很多人一个人坐在窗边喝茶，却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他心里，那种满足是真实的，旁人感觉得到。这就是佛法说的内外之别。外在的热闹填不满内在的空洞，而内在真的丰盛了，一个人也能活成一片海。维摩诘经里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，维摩诘居士是一位在家修行的菩萨，生了病，很多人来探望他，但他们一进他的房间都感到震慑，不是因为他可怜，而是因为他的气场太稳，稳得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一个人在病中，却比所有健康的人都更安静，更有力量，这就是真正的福报。不依赖外境，却能让外境因你而改变。你想想看，那些你觉得很有福气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他们从来不需要靠热闹来证明自己过得好，他们不需要在饭桌上大声说笑，也能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。他们不需要频繁联络，但每次见面都让你觉得值得。这种人晚年朋友或许真的不多，
但每一段关系都是有重量的，就像少而精的茶比一大桶白开水更珍贵。再说第二个，晚年的孤独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从佛学的角度给你一个全新的答案。很多人以为晚年朋友少是因为老了没用了，被人遗忘了，这个角度没有错，但他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，还有一个更接近真相的角度，很少人提到。晚年朋友少，有时候是因为你的振动频率提高了，旧的关系自然跟不上了，这是成长，不是悲剧。就像你升学了，自然就跟小学的朋友少了联络，不是背叛，不是冷漠，只是彼此走向了不同的频道。佛教里有一个词叫缘起缘灭，所有的关系都有它来的理由，也有它去的理由，这是自然，不是悲哀。执着于让所有的关系都留下来，其实是一种对无常的抵抗，而能够坦然接受关系的流动，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有些人晚年的孤独不是业力的清算，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。他们选择了不将就，选择了不委屈自己，这需要勇气。这个世界一直在教我们要合群，要热闹，要让人喜欢你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在学怎么融入，但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好好跟自己在一起。这个功课，很多人到了晚年才开始补课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学到。我见过很多老人，他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，而是没人陪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自己就能陪自己，那这个恐惧还在吗？这个问题不是在叫你变成一个不需要任何人的人，而是在说一个内心真的有根的人，他不会因为没人陪而崩溃，他可以享受独处，也可以享受陪伴，两种状态他都自在。这种自在才是真正的福报，才是晚年最珍贵的资产。那怎么培养这种能力？我给你3个很实在的方向，不是大道理，是真的可以从今天开始做的事儿。第一，练习跟自己的感受在一起，不评判，不逃避。你今天觉得有点失落，不要马上拿手机，不要马上找人说话，就让那个失落在那里，陪着它待一会儿，你会发现大多数的感受，只要你愿意看着它，它就会慢慢变淡。第二，给自己一件只属于你的事儿，不是为了别人，不是为了表现，就是纯粹为自己做的一件事儿。可以是种花，可以是写字，可以是每天散步，可以是任何事。重要的是那件事让你感觉回到自己，感觉踏实。第三，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消耗。那些让你去了之后觉得很累很空的饭局，你是可以拒绝的，你有这个权利，你不需要解释太多，一个简单的不方便就够了。保护自己的能量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，也是对关系最真诚的负责。当你开始做这3件事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你跟自己的关系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你会更有能力去辨认哪些关系是真的对你好，哪些只是习惯性的消耗。这种辨认力非常珍贵。我见过一些人到了70、80岁，还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每天靠着别人来决定自己的感受，这很辛苦。这不叫活着，叫飘着。而另外一些人到了70、80岁，眼睛里还有光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失去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失去什么，他们还有自己。这就是有根和没根的区别。有根的人风吹不倒，没根的人微风就能让他慌。佛法说一切苦根本上来自于执着，你执着于热闹，你就会因为冷清而苦；你执着于朋友，你就会因为关系的流失而苦。但如果你能慢慢放下这些执着，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变得更自由、更宽阔，那你自然就开始靠近有大福报的状态了。禅宗里有一个公案，有人问禅师什么是解脱，禅师说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。这个回答乍听之下很简单，甚至有点废话，但他真正在说的是一种跟自己完全同在的状态，没有多余的念头，没有表演。大多数人吃饭的时候在想事情，睡觉的时候在刷手机，看似在生活，其实一直不在，一直在别处飘着。真正有福报的人，他能够完全的在每一个当下，哪怕只是喝一杯茶，他都能喝出一种满足，一种完整。这种当下的能力不是天生的，是练出来的。每一次你选择陪着自己，而不是逃进热闹里，你就在练这个能力。为什么现代人这么难独处？因为独处的时候你只剩下自己，而很多人其实很不喜欢那个自己，不是因为他们坏，是因为他们跟自己太陌生了，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过那个人，从来没有认真对那个人好过。所以当世界安静下来，他们就开始害怕，开始不舒服，开始用各种方式填满那个安静。
因为那个安静里有太多没有被正视的东西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想跟你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要向外看，要表现，要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没有人教我们向内看。但现在你有机会开始学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就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安静的时间，仅此而已。真正的修行不是在庙里念经，是在日常生活里。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呼吸，都带着一点点的觉知。每一次你选择真实而不是表演，你就在修行。每一次你选择安静而不是填满，你就在修行，就在积累那个叫做福报的东西。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，晚年真正有福报的人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。我观察了很久，归纳出4点。第一，他们不再需要证明自己，不需要跟人比较，不需要炫耀，不需要解释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对自己是放松的。第二，他们对失去有一种坦然，朋友走了，亲人走了，他们悲伤但不崩溃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生命的一部分。第三，他们有一种传递出去的温暖，不是刻意的，是自然流露的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让旁人感觉安心。第四，他们放下了对关系的执念，心无挂碍，所以活得轻盈，就像风筝剪断了绳子，反而飞得更高更自由。但我要说清楚一件事儿，这不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做一个孤僻的人，也不是说朋友多就是没福报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的是对关系的一种态度，一种内在的状态。如果你的晚年朋友很多，而且每一段关系都让你滋养，那当然是福报。如果你的晚年朋友不多，但你活得自在安然，那也是福报。真正的悲剧是，不管有没有朋友，你都觉得空洞，那才是需要去面对的问题。那个空洞感不是关系能填满的，只有从内在生长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填满它。佛法里说，烦恼即菩提，就连孤独都可以是你修行的材料，关键是你怎么跟它相处，你是逃还是坐下来看它。当你独处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自己在一起？你能不能在安静里听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？这个能力非常珍贵，这个能力才是晚年最重要的能力，它比健康重要，比存款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你能不能跟自己好好在一起。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贫穷，不是疾病，是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在一起，这才是根本的问题。手机不离手，耳机不摘下，把所有的缝隙都塞满了声音和讯息，就是不愿意面对那个安静。因为安静让人害怕，因为安静里藏着很多你不想面对的东西，旧日的遗憾，没有说出口的委屈，说不清楚的对自己的失望。这些东西在热闹里是可以暂时忘掉的，但它们没有消失，只是沉在心底，等着你去看见它们。等你有一天准备好了。佛法说的修行，说穿了就是学习跟这些东西坐在一起，不逃避，不压制，就是静静的看着它，允许它在那里。当你能够平静地看着自己的痛，你就开始自由了。这不是冷漠，这是勇气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，内心的强大。一个能够跟自己在一起的人，他的晚年不管有没有朋友都过得了，因为他最重要的那个朋友一直都在，就是他自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跟自己的关系是你这一生最长的一段关系？所有其他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点离开你，但你自己从你出生的那一刻，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，都跟着你。那你有没有好好对待这个最忠实的陪伴者？很多人花了一辈子经营各种关系，却从来没有认真去认识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，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。晚年才惊觉那些关系都散了，然后面对那个陌生的自己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种慌才是最深的孤独，这才是很多老人家晚年真正孤独的原因。不是没有朋友，是跟自己太陌生了，是从来没有认真陪过自己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你还年轻，或者你觉得自己还有时间，现在开始每天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，哪怕只是10分钟，不是打坐，不是冥想，就是安静的坐着，喝一杯茶，或者散一个步，让自己习惯跟自己在一起，慢慢来就好。这个习惯是你晚年最重要的资产，比存款重要，比保单重要，比任何一段关系都重要，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。想起弘一大师在晚年的修行生涯里留下了4个字，悲心交集，这是他临终之前留下的最后文字。悲是对这个世界的悲悯，心是对生命本质的欣喜。一个人能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感到悲和心，那是一生修炼的结果。我们普通人或许达不到弘一大师那样的境界，
但我们可以慢慢练习，让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地靠近那种从容。晚年的朋友少，不用急着去解读是好是坏。你要问的问题是，我的内心有没有在慢慢变得更丰盛？有没有比昨天的自己更能够跟自己在一起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你就在走向那个有大福报的状态。不要怀疑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佛法里很美的比喻来结尾。莲花是从淤泥里长出来的，它不需要淤泥里的每一粒泥都来称赞它，它只需要安静地开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订阅。